第5章，抗争后中医不废止中医，轩然大波，全户停诊。开会极议各地响应。云集沪上3月17召开大会，5人代表。傅宁请愿车抵南京，声势浩大，分访各方。反应良好，卫生部长舍简相邀胜利返沪。摄影留念废止中医，轩然大波。先要追溯到民国17年1928废止中医这件事。那时刚是北伐成功，开赴南京。汪精卫在汉口时最出风头，他到处演说日本明治维新，第一件事是废止汉医。他自以为革新派领袖，屡次演讲表达他的意思，报纸上常常有这种零星的消息发表。我们中医界对他起了很大的反感，认为中医中药是全国人民的健康所赖，历史悠久。那时节西医全上海也不过6、700名，其他通都大邑不过数十人。至于小的县、市、镇、乡，可能一个都找不到，所以对他的主张认为纸上空谈，绝不会现诸事实。岂知后来他们的确不是空谈，先由楚民义出面推动，经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召集了一个中央卫生会议，延揽各市的卫生局长、各省的医院院长、国立省立的医学院院长以及各地著名的西医，共120人为委员，开会3天。那时楚民义奔走活动及宣传，者领先。这个会议通过了一个议案，是要逐渐淘汰中医。原案是留日医家于严、云秀所起草提出，他们设想得很周到，深恐引起全国反对，所以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已经开业的中医一次发给执照，以后中医的产生就要绝迹了。原来的议案节录如下，提案人于严。议题：废止就医，以扫除医事之障碍案。理由：人体医学，其对象在于个人，其目的在于治病。今日之卫生行政，乃纯粹以科学新医为基础，而加以近代政治之意义者也。今就医所用理论，皆凭空结构，阻遏科学化，就医一日不除，民众思想一日不变，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，云云。办法：一、处置现有就医。现有就医为数甚多，个人生计、社会习惯均宜顾虑，废止政策不宜过骤。原拟渐进方法6项如下：甲、由卫生部施行就医登记，给予执照，许其经营。一、政府设立医事卫生训练处，凡登记之就医，必须受训练之补充教育，授以卫生行政上必要之知识。训练终结后，给予证书，得永远享受营业之权利，至训练证书发给终了之年，无此项证书者，即应停止其营业。丙、就医登记法限至民国19年底为止。丁、就医之补充教育限5年为止，在民国22年取消之，是为训练证书登记终了之年，以后不再训练。戊、就医研究会等，任其自由集会，并且由政府奖励，唯此系纯粹学术研究性质，其会员不得借此为业。即自民国18年为止，就医满50岁以上，且在国内营业至20年以上者，得免受补充教育，给予特种营业执照，但不准诊治法定传染病及发给死亡诊断书等。且此项特种营业执照，其有效期间以整15年为限，满期不能适用。二、改革思想，操之不能过激，宜先择其大者入手，仅举3项于下，宜明令禁止，以正言论而定趋向。甲、
禁止登报介绍就医。一、检查新闻杂志禁止非科学就学之宣传，丙、禁止就医学校之开设。这里所说的就医，就是指中医，因为那时我们中医自称是国医，这是表示中国固有的国家医术，等于国语、国文、国旗、国徽、国术、国剧一类的名称。西医对这个称呼大为不满，可是已经通行，一没奈何，因此他们就一决把中医的名称改就医，他们自己叫做新医。这表示中医是旧式的医术，不久要消灭的，他们的医药是现代化新生的，将来会新陈代谢的。当时西医们也不愿意人家称它做西医，因为西字就表示从西方来的医术，隐隐衬托出中医是中国的国家医术，所以他们一切的公司文件一律不称西医两字，而对中医的名称绝对不称国医，一律叫做就医。整个提案含有深刻意义。这一个议案一经各报披露，舆论界首先加以抨击，认为中医中药万不可废，要是实行的话是行不通的。那时一般中医界似乎并不重视这件事，唯有各自大发牢骚，痛骂国民政府措置不当，此外只是听其自然，静观其变而已。这个议案中有一项检查报纸杂志的，即是指我刊行《康健报》而发，我正在想如何去应付。同学张赞臣打了一个电话给我，说：“老陈，你见到这个新闻吗？”我说：“已经见到。”他又说：“你的态度如何？”我说：“我当然反对，但我要想知道林尊翁的态度如何。”他说：“家父年事已老，连这个议案都看不明白，他认为已开业的仍能开业，也就算了。”我就对他说：“这件事不是这样看法，我要和你从长计议，这件事需要我们这些后起青年中医来想办法。”他听了，连说：“对，对，对。”当即约定于门诊完毕之后，一同到南京路五方斋2楼叙谈。按张赞臣的父亲是张伯熙，乃常州老名医，我拜姚公鹤为师，就是他老人家引荐的。